如果俾你揀，你會想買樓先，定係租樓就算？其實呢個問題來自於你對住屋開始有需要，但係呢個選擇對你未來嘅影響極大，所以揀啱方向對你嚟講係極其重要。不過讀書唔會教你呢啲知識，所以多數嘅人都唔會從投資角度去看待呢個問題。大家好，我係阿米。喺呢條片，我會同大家分享究竟係買樓定係租樓先係對你財務上一個最好嘅選擇。你預期呢條片有好多重要嘅內容，並會扭轉你嘅思想，所以你一定要將呢條片睇到最後，了解完整嘅內容。同時，我都建議你可以撳讚，咁日後你就可以喺播放列表揾翻呢條片嚟重溫。喺開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分享唔同嘅心法同技巧，希望能夠幫助你提升內在靈活質素，並揾到適合你嘅投資方法，令你走最近嘅路，更快達到財務自由。喺度首先祝福幫手撳讚同訂閱我哋嘅朋友，喺睇完呢條片之後，都能夠作出適當嘅選擇，並達到財務自由。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首先我要恭喜你，因為可以涉及到買樓定租樓嘅人，都係一個有計劃嘅人。喺香港，即使買樓最平嘅上車盤，喺我之前嘅影片都講過，要30幾萬。一個冇計劃嘅人根本都唔會有呢筆錢，冇準備嘅情況下，突然間有住屋需求，都只可以得一個選擇，就係租。即使你而家連錢未有都好，但係你仲未急需要搬出去，你仲有機會俾你去選擇同準備。但係你揀租咗樓先嘅話，好大機會係翻唔到轉頭，因為喺香港居住開支佔比一向都好大。租樓會令你習慣咗呢項支出，令你嘅儲蓄速度變慢，而且加息週期已經完結。只要美國一啟動印鈔機，又會重新令錢幣快速貶值，到時又會去返一個樓價升得快過儲錢嘅時代，你就會更加難去買樓。喺呢個世界上，好多人根本冇打算，亦冇能力去買樓，但係又會講租樓有幾咁好。其實佢哋只係想話俾人哋聽，佢冇買到樓係有幾咁啱。所以你根本唔需要理會佢哋嘅意見。你試諗下，如果你想用持平嘅角度去看待買樓定租樓呢一個話題，你覺得要問一個冇樓嘅人，定係問一個有樓嘅人？其實答案係至少都要買過一次樓嘅人，因為人天生就係冇樓。對一個冇樓嘅人嚟講，變相佢係沽空緊樓市。樓市下跌嘅話，佢唔需要做任何嘢，都代表佢做啱咗。呢一種人，佢會覺得樓市係會無限咁跌，覺得租樓先好。其實呢個只係佢哋先入為主嘅意見，但最好笑嘅係，佢哋根本冇辦法去參與樓市買賣。佢哋嘅意見對樓市又可以有幾大影響呢？現實喺長期嘅財務角度上，買樓係必然有利於租樓。接住落嚟，我會同你分析買樓定租樓嘅常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好多人講嘅租樓平過供樓。既然租樓平過供樓，點解仲要做傻仔俾首期去買樓？利息都夠買半層樓，我做咩要俾錢銀行賺？頭幾年都淨係夠供利息，白白俾錢人哋賺。首先講翻供樓部分，其實唔同嘅按揭成數同埋年期都會直接影響你嘅還款額。以借7成還款30年計，其實佢又知唔知而家好多地方，例如沙田同市區部分嘅舊屋苑已經出現供平過租嘅情況。同時，只有窮人先會將30年嘅利息加晒去頭幾年，當作俾銀行賺嘅錢。如果你知道呢個世界係會不斷咁通脹，租金係會不斷咁上升，30年通脹嘅租金會唔會係更加多呢？而利息支出喺幾十年後，即使個數字係一樣，但係因為通脹嘅影響下，其實個利息已經喺度萎縮緊。如果俾部時光機你翻返去30年前，你又會唔會選擇買樓呢？而家嚟講，已經供平過租係一個俾到首期就白賺嘅概念，喺計算上更加見到就應該買。即使你同我當年想上車一樣，資金有限，要借足9成，還30年按揭先可以買樓上車，供款係貴過租都好，其實都應該去買樓，因為供樓有一部分係償還本金。只要樓價唔跌嘅話，其實呢啲錢係可以透過換樓、賣樓或者加按嘅時候可以攞翻出嚟，即係一個強迫性儲蓄行為。
同時長期供款會令業主習慣咗每個月有一筆錢去咗層樓嗰度，所以供樓都令好多業主喺不知不覺之間儲下咗唔少嘅儲蓄，到有朝一日你需要錢嘅時候，層樓就可以做你嘅融資工具。而租樓嘅話，你就完全冇呢個選擇俾你啦，因為買樓只有利息同雜費係真正嘅開支。即使我拎租金回報率比較低嘅屯門做比較，而家買樓計，買呢個屋苑，假設買呢度嘅細單位嘅中間價係355萬，而租差唔多嘅單位都用翻中間價係11500蚊。即使你做足90成按揭，還款30年，供款額係貴過租3000幾嘅。但係你睇利息嘅話，加埋每月少少嘅雜費，都仲平過你去租樓。而家已經進入減息週期，未來嘅利息同供款會進一步下調，供樓喺未來只會更加平。加上你係可以買租金回報率更加高嘅地區，令買樓嘅優勢進一步擴大。而你揀租樓嘅話，不但你嘅租金全數歸業主所有，未來業主唔加你租都偷笑，更加唔好幻想未來嘅租金會減少。當然，如果你嘅租金回報仲低過利息雜費嘅話，好可能層樓已經有日價。不過呢個情況喺而家已經比較少見。而第二個令人關注嘅因素就係買樓會令生活質素下降。好多人都講買樓之後會令生活質素下降，但係只憑佢自己猜想下嘅數字去堆砌出嚟。其實買咗樓嘅人都知，香港銀行對按揭嘅批核十分之嚴謹。如果你有能力借到按揭嘅話，供樓對你嚟講根本壓力唔大，因為係要計算供款比率，之前更加要過壓力測試。其實供款額佔你嘅工資比例唔可以太高。如果你好似我哋咁，本身為咗買樓已經有好高嘅儲蓄比率嘅話，因為已經習慣咗節儉嘅生活，去到實際供樓時候，個供款比例仲少過我哋儲首期時候嘅儲蓄比率，所以生活質素係比儲首期嘅時候更加有所提升。如果單純計每月開支嘅話，用翻啱啱嘅例子，用翻90成按揭供款，比較租同等質素嘅單位去計，的確係平幾千，但係只係眼前嘅幾千。因為呢個世界嘅銀紙不斷咁濫發，未來會通脹，人人都預計到。你只要將眼光放遠少少，而家都係減息週期。我假設用2.5% 嘅年利率去計，供只係貴租大概1000多啲，更加未計之前好多年嘅按揭利率其實只係得1點幾%。我亦未計未來嘅租金係會因為通脹而上升，但係債務就會因為通脹而萎縮。甚至你供到咁上下，你係可以加按翻本金嚟繼續供樓。但係租樓嘅話，你可唔可能問業主攞翻你交咗嘅租去交未來嘅租？所以買樓對你嚟講，只係一個先苦後甜嘅選項，而租樓係先甜後苦嘅選項。你想為自己嘅未來着想，而家去辛苦啲，定係為咗而家自己舒服啲，而要老咗嘅自己去付出代價，就係你嘅個人選擇。其實有更加多人唔買樓嘅原因，只係怕買完就跌，就係相信傳媒所講樓市仲有排跌。但係好似我之前咁講，如果佢本身都唔係樓市持份者嘅話，又有咩資格去講樓呢？記唔記得2016年有專家話有排跌，但係個結果會係暴升，甚至到而家都跌唔返嗰個價。因為樓除咗喺價格升跌之中，仲有一樣嘢係樓嘅核心，就係佢嘅使用權，即係佢嘅市值租金。既然喺上面嘅題目我都計咗俾你睇，未來嘅租金會升，同埋利息會減。稍為有眼光嘅你都會知道，肯捱一段時間之後，供樓係輕鬆過租樓。只要知道呢個重點，就知道而家應該係要買而唔係租。你會唔會覺得租金會無限咁升上去，但係樓價就會不斷咁繼續跌落去？唔通你真係覺得有朝一日會跌到去你唔需要錢買樓，之後你收咗層樓仲可以白賺租金？呢個係唔可能嘅事。其實全部都係有數得計，而且都唔係難計。有興趣嘅話都可以睇翻我之前呢條片去了解更加多。最後有人話香港嘅租金回報率太低，唔應該喺香港買樓，應該投資海外物業去賺回報差，收外國人租，再去拎翻啲租金嚟租翻香港樓。你唔難發現講呢啲嘅人多數都係移民咗去外國嘅人，而且我仲見到網上部分人係刻意咁去用唔同嘅數據去做條數出嚟，
講到如果要用 full pay 層樓對比落去係有幾咁唔着數，租金回報率有幾咁低，佢刻意咁放大海外樓嘅優勢。香港樓其中一個優勢就係按揭，你買入自住樓係可以做到90%按揭，你買海外樓收租最多只係做到70%，聽落好似差好少，其實個槓桿比率係差成3倍，可能你拎更加少嘅首期已經可以喺香港買到樓。而另外一樣就係香港嘅按揭利率比外國樓一啲都唔高，所以租金回報率比外國低都係正常。作為一個投資者，睇嘅係利差，而唔係單純睇個租金回報率。多數嘅投資者都係會用槓桿投資去買樓，而唔係full pay。仲有香港樓只要正正常常都唔會租唔出去。而我認識好多買海外樓嘅朋友，其實都係話唔係咁易租得出。如果你唔係住喺當地嘅話，其實你都冇需要去隔山買牛，因為處理同跟進層樓嘅手續都會比較麻煩，仲要承受匯率嘅風險。只要你熟悉香港物業市場，你都可以買到超值嘅單位，何必又去買外國樓收租再去租翻香港樓呢？如果你真係想玩利差去租樓，其實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買收息股，港股都有一大把6至7厘回報，更加唔需要你俾利息、稅同管理，已經好簡單咁可以做到利差租樓。不過我認為只要你有實力嘅話，最少都要買翻層自住樓，因為不但可以俾你有容身之所，更加可以幫助你儲蓄同埋建立你嘅財富，甚至作為你未來嘅融資工具。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滿足到你內心嘅疑問，請你幫我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早日可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